好，我们是海豹电台，我是天怡，我是依兰。今天我特别想让天怡聊一聊她最近做的一个小事儿，其实我认为是个大事儿啊。对，你聊一下。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最近我做了一个读书会，然后读的那本书是我之前翻译的一本书，叫《女性的英雄之旅》。其实熟悉我们海豹电台人可能都知道，海豹电台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本书来的。然后我当时呢，就是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也是因为出版社给我就是推荐了这本书以后，然后我读完以后，我就说一定要让我来翻译。你读的是原版，对，英文原版啊，好高级。然后它的原版也其实就是比较通俗易懂，因为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它不是那种专注，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读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很想有那种就是妈味儿上身，就很想把大家的嘴都掰开，安利所有人。对，你给我吃，就这真的很有营养，就那种感觉。就《女性英雄之旅》这本书，它有2个部分组成嘛，一个就是真实的案例，因为这个作者他本身是个咨询师，所以他有很多妈妈的来访，然后另一部分呢是童话故事，就是他会结合这2边。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童话故事的部分他都是跳过去的因为他觉得那是编的，是假的，而且一听童话就不是给大人看的，就没有 get 到说这意义在哪呢？所以他只看那个真实案例。其实童话故事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共鸣，比起那个真实案例，因为真实案例是很个人的嘛。我也参加了天怡的这个7天的一个小的一起读书的体验哈，就是虽然我说实话我没有从头到尾我全都听天怡的内容，或者是看大家的分享，但是哪怕是极光片语，我看到一些东西其实特别受启发，尤其是天怡说就是对于童话的看法，对，包括里面童话里面的原型，有一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就是天怡说童话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你自己，我当时你知道我的天空划过一颗星。是的其实你知道很多人对童话他是因为太熟了，这从小看到大呀，什么仙女对吧，什么牧羊人，什么小动物，对，饼干房子，所以呢他们会跳过定义这一步，然后直接用自己现成的那一套东西去解释这个童话故事。所以在读《女性英雄之旅》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第一个障碍，他们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们说海豹少女，她被那个渔夫绑架了，然后渔夫把她的皮，然后我就很生气，对，大家就觉得说这不就是迫害妇女吗？对，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海豹少女又找回自己的皮了，马上又走了，太好了，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也是，你都这样是吗？是的。好，我现在就来说一下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我能补一句吗？就是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估计可能很多人像我想的一样，就说对，去他妈的婚姻和小孩不要了，对，是不是那种感觉？是的，其实这种感觉也是很珍贵的，它并没有错，关键看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感觉。我经常说啊，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故事是，我们先不说感觉，先说就是那种逻辑上的解读。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压迫妇女的，然后绑架妇女是吧？然后强制性的让她逼她生孩子，对，生孩子结婚，然后最后她获得了自由。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对你有什么益处？就这个故事这样解读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其实没有好处，我会很愤怒。对，就是只会说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故事。对，而且这个故事你这样去解读的话，它跟你没有关系。对，因为我会抛开这个，我就觉得说我可不是海豹，我旁观者嘛，对吧？我是个旁观者，我就看，我说这个姑娘真可怜，被抓起来了，然后完了以后，还好她后来又回去了，逃走了，要不然的话这辈子可咋办呀？就这样了。这个故事跟你没有建立联系，你就是个旁观者，而且你用这个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句号。也就是说，婚姻是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对吧？那么如果说你用这个方法去读这个故事并没有错，因为它也是一种角度。但是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呢，到这儿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不踏入婚姻，或者说当场离婚对，我会永远的说一句，我的海豹皮是永远找不到了。对，自怨自艾。就是说就是个痛苦，就是个悲伤，它不能带你任何的启发，对不对？那你要是这样读的话，就浪费时间嘛。而且这个故事本身也不是那么精彩。我就想说这个，就是好多那种所谓的寓言故事、寓言童话，它并不精彩，而且结束的都很突兀。而且它情节里面有很多 bug。对，你就不能过度解读。对，尤其是那种比较长一点童话，像海豹少女还比较短，有的童话比较长的那种，你会觉得
故事里的动物有点怪吧？就怎么它又来了呢？怎么它又走了呢？对就是你用现实逻辑去解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如果要从这个童话里面拿到，首先我们就要来定义一下它，就是说把它从故事的领域里面拉出来。因为你如果只是读故事的话，你大可以去读更精彩更好玩的好莱坞的电视，你就更好看的，对吧？但它本身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故事，它是一个心理阐释的材料。我记得你特别早说过，其实童话故事的来源，对，你看啊，是这样，这个童话故事为什么这么不精彩？就是它的情节都特别简单，而且它里面的人物就是那种面具、脸谱、刻板、单薄。其实它所描述的都是古人，可以这么说，就是古代的人们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然后这个生活经验呢，是不是现实的经验？就不是说我砍了柴、挑了水这些，而是心里的一些感觉。比如说，有一种感觉叫迷茫，但是这个迷茫这个词儿还没发明，所以我怎么描绘我现在很迷茫这件事情呢？那我就只能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走到一个森林里，突然起雾了，我找不到方向，这就是迷茫。你这样一说，别人就我明白。有一次我去森林里也起雾了，然后我也看不到路，大家就知道我们在讨论同样的一种经验和感受。这个村子里的这个人呢，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另外一个人听，然后他讲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些细节，就是我们村口那森林，然后呢，这个森林都是杨树，然后我在里面什么什么。但是下一个村子里的人呢，他们那个村口没有杨树，是桑树，所以呢，他就觉得杨树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我就把它改成桑树，或者是我就直接说树林，因为杨树不杨树的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他说，我是在3月份进去的，起了雾。那3月份我们这边是6月份才起雾，所以他就把3月这个信息也去掉了。于是就这样一直传下来的时候，所有个人化的东西就全部去掉了，所以最后就只剩下说我在森林里，我在树林里，然后起了雾，就变成一个最精炼，最统一，就所有人都同意说这个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是杨树还是桑树，是6月还是7月，这个雾起了多长时间，我是个男人还是女人都不重要了，其实重要的就是起雾这件事情，我看不见路这件事情。所以童话就会把所有的那些个人的东西全部慢慢的去掉，然后只剩下所有人共同的感受。所以它有一个词儿形容它叫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就是说所有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不会纠结于那些特别细节和具体的，对，就不会有疑问。但是你说我森林和雾，大家都能够知道是什么，对，都能明白。我们只要是人类，我们都会难过，都会伤心，对吧？所以这里面指的是作为人类共有的情感、感受。对，就是可以这么说。作为人类，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不管你是唐朝人，还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还是农夫，还是国王，你所有的人都体会过这些事情。难怪我能跟苏东坡共鸣呢。怎么提到苏东坡？因为他特别爱讲自己感受。对，因为你知道，虽然我们科技在进步，但人的感受其实没什么变，来来去去就还是那些。所以我们读古人的诗，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有共鸣嘛，对吧？那么童话就是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因为它把所有个人化的东西全部去掉了，在传播的这个过程中。所以世界各地比如都有巫婆的故事，对吧？它会都有什么公主国王的这种故事。对，它就会有一些固定的角色，然后一些相似的情节。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童话里都有小动物和仙子？对，因为童话还跟另外一个东西非常相关，就是梦所以这就说到了，我们说它描述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比如说开心快乐，但那还是太表面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后来还是可以表达，你不需要说那么一个故事，你就笑就行了，大家就知道你开心。所以童话说的是另一个更难表达的东西，叫无意识。无意识就是你意识不到那个部分，但它存在在你的心里，这个部分就很复杂，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按荣格的话说叫心灵实相，就是一个object 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圆球，然后这个圆球从不同的面看都是不同的样子，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球，然后所有的童话都是在讲这一个球，但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
所以你会觉得那些童话都很像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什么时候看这个球是看得最清楚的呢？就是做梦的时候。梦境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心理学研究大师从弗洛伊德开始都是研究梦，那是最重要的材料，对不对？那么梦境里面就经常会出现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对，就生活中没有，比如说小动物会说话，还有仙女，所以它都会出现在这个童话里。我们虽然是亚洲，但是和欧洲的那些就格林兄弟他们采集的那些童话，它的很多范式都是相同的。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灰姑娘的故事，中国的那个酉阳杂俎里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叫叶县，然后她也是妈妈死了，爸爸娶了新的老婆，然后也是欺负她，跟灰姑娘一模一样，而且也有玻璃鞋，特别神奇。但当玻璃鞋不是王子给她，是皇上给皇上还有玻璃的因为是中国的故事，它是水晶做的鞋，就是完全一样。然后你去比较他们的年份，还有他们的传播途径，你就会发现真的不存在谁抄谁这个问题，或者谁传播到哪这个问题，就完全就是自发的，就会有这样的故事出现。所以这就从侧面证明了这是我们共有的东西，它是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 DNA 嘛，我们大家共用的这个库。如果你要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意识，你也没有留意过自己的梦境，突然有一天你觉得我要去了解一下这一块，因为你会发现光凭你的知识和逻辑你解决不了生活中的问题了。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童话开始，因为它一定会把你包含在里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对，因为你也是人类的一员。但我怎么知道我要读什么童话呢？随便哪个都行啊？为什么？就是你就买一个格林童话，因为为什么？就不是安徒生，因为安徒生他是个创作者嘛，他是那些童话是他根据原有的童话的结构他自己进行了扩写，可以这么说。我明白了，就是说要买那种童话集，就是一般是这个所谓作者他去收集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传统故事。太对了太对了，拿来的东西，就收集者的故事，他们会收集10个同样的题材，然后他们把它们像照片一样叠在一起，然后看那个重复的部分就把它留下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会整理出一个最适应大部分人的，然后去掉什么各个村庄具体的名字啊什么的，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很典型的这种童话故事。所以那怎么理解你在群里面就讲到的童话里每一个角色都是自己？因为这个就是对童话进行心理学诠释的这个首要原则。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原则，你就马上能够跳出之前说这是个绑架妇女的故事或者什么，就能够跳出这个逻辑了。就我既是海豹少女，我又是那个农夫，我甚至还是孩子。对，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不想放弃那个大海的生活的人也是你，想要稳定下来的人也是你，过着过着突然想跑了的人也是你，然后呢跑了之后又觉得难受的那个农夫肯定难受嘛，对，也是你。简单来说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比较明确的看到自己的心理活动。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当时你说这句话，我第一个想起来的那个故事就是《绿野仙踪》。因为以前我忘了是可能看过什么解读，就是心理学方面解读，还是说我当时看也有这种感觉，对吧？就是那个女孩她要回自己的家，然后她找到那个什么这种铁皮人呐、狮子呀等等，其实都是她内心的一面，一个品质。品质。对，就《绿野仙踪》这种故事啊，就是特别典型的以真正的经典童话为基础，用它里面的原则来写，包括其实《千与千寻》这样的故事，包括哈尔的移动城堡，其实大家去看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原则去想。比如说《千与千寻》，他在进入那个异世界，是吧？他进入那个汤屋，那汤婆婆啊，什么白龙，其实都可以把这些角色视为千寻这个小女孩的一部分。因为我在那个小红书上发过一个这样的解读，就如果你这样的发，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在讲一个小孩小少女她怎么完成青春期的转变。就是你有的时候小孩长到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家长都不中用了，对吧？所以家长都是猪。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爸爸妈妈做了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就很不像成年人会做的，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可能在青春期小孩眼里，我们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写照，他都是比喻。所以就在小孩面前就觉得说，这么明显这个街就是有问题的，你爸爸妈妈看不出来，还在那吃，
然后只有他能意识到危险。所以其实就等于说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父母作为权威已经不存在了，其实就是青春期很重要的一个，靠他自己了。对，他要寻找他自己的内在权威。那么他寻找内在权威的时候，他到了那个汤婆婆那里，他的内心有2种权威，是吧？一个是汤婆婆代表的，一个是钱婆婆代表的。所以最后呢，其实千寻就是完成了这个转变，他出来了。哇，让你这么一解读，我浑身都……其实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故事都是跟你有关的。对，你就不会再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只是看个乐，看个热闹。你会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然后帮助你去梳理那些心理过程。我们就说女性英雄之旅里面，然后他为什么选了这几个童话，就是因为这几个童话呢它是最典型的。你能大概在这说几个吗？你比如说海豹少女的故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是吧？她比如说长脚的女人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人她晚上在家里干活，孩子老公都睡了，她在那纺线，她在纺线，然后纺着纺着就有人敲门，然后她去开门，就进来一个女人，那女人头上长了一个角，她其实不想给这个女人开门，她本能的感觉到很危险，但是她还是不知道怎么的她就开门了。你看就很像做梦是吧？就是你其实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就开门了，然后这个女人就进来了，是个女巫，然后这个女巫一坐进来就帮她纺线，然后在那一瞬间这个女巫就变成了这个女主人，是吧？谁纺线谁主人嘛，对吧？那个真正的女主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站在边上就待着，然后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就老有人进来，一共进来了12个人，12个女巫，每个人头上都有角，一个比一个多，最后一个进来的头上有12个角。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密孔了。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在这里面就把这当自己家，有的呢就纺线，有的就打扫卫生，然后有的呢就用他的孩子的鲜血来做蛋糕吃。哇，对，就反正这都是隐喻啊。然后完了以后，这个真正的女主人就觉得这样下去他们会把我的房子占据，那我就不能再在我自己的家里待着了，是吧？我肯定要把他们赶走。然后她就用了童话中的女主角常用的招，就是哭。她就去门外的井口那儿哭，然后就出来一个水井精灵，然后水井精灵教她一些方法，然后就把这些女巫都赶走了。然后赶走之后呢，这些女巫飞走的时候就掉了一个斗篷掉在地上，然后这个斗篷就变成了这个女人的传家宝。那么这个故事我当时读的时候，第一遍读的时候我完全懵的，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然后后来这个作者就说，其实我们当妈妈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会释放出我们内心中的阴影的力量。其实这个阴影的力量有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说就是不顺从的愤怒的力量，就是生气。就是也许你原来是个不怎么生气的人，或者说很擅长就是顺从别人啊，好好好行行行，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会引出你身上最坏的那一面。虽然是我虽然你觉得这肯定是你世界上最爱的人，毫无疑问，但是你会对他发出最大的火。而这个就是对你最恨的那个老板，你可能都没有这样发火，但是对孩子你反而这样发火。其实他就是在说，你就好像这个房子比如说是你的灵魂的话，你一直都是在那儿纺线，然后突然有一天就会有女巫来敲门，然后就是那个愤怒的力量来敲门。那么当他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天我对孩子发火了，我肯定是很难受的，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会觉得被别人占据了，然后我会想办法去把他们赶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取得力量的过程，因为最后他们不是掉了一个斗篷吗？你想他这个斗篷肯定是个邪恶东西啊，按照我们正常逻辑，可怕的女巫留下那肯定是烧掉，对吧？不吉利。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它会变成她的传家宝，就变成这个女人最重要的一个宝物。所以就说明，哎，我们虽然要经历对孩子发火，我们会自我厌恶，我们会觉得不能这样，但你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就成长了。而且你可以把这种愤怒力量就是叠包好，它就是在这个斗篷上附着着，然后我可以把它放在那儿，我也可以处理它。你看它变成斗篷之后，它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人了，它变成你用的物品，我拥有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可以掌控这个力量。
其实荣格他为什么老说我们要去跟无意识建立联系，我们要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人身上的有一种能量守恒，就是你从生下来到现在，不管是阴面还是阳面，这些力量、这些能量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能量呢，如果你不注意它的话，它并不会消失，它会用在别的地方。而且它自己在那弄。你就好像这个女巫闯到你的房子里面，你没有跟她建立关系，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的话，她就闯进来了。而且她想闯进来，她随时闯进来，然后你根本没法控制她。就是我们经常体验到自己失控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怎么会这样？是，其实就是因为你对于自己的某一部分长期你没有去训练它，也没有去察觉它，然后你也从来没想过要去使用它，你只想压抑它，对，假装不存在，想让它消失。就不希望这一部分存在啊，嫉妒啊，愤怒啊，自我厌恶啊，就是类似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希望把它就是藏起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能被藏起来。你越是压着它，它就越会自由的到处乱跑。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一下子出来12个长脚的女人在你的房间里到处乱窜，想干嘛干嘛，你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人。那就是因为其实你从来没有跟他们建立过联系，对吗？而我们作为人，我们是必然会经历这个过程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掌控了我的阴影面，都是在生活中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力量我从来没注意过，然后他突然有一天敲门了，闯进来了，我才意识到有这么一个东西。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就说明机会来了，你正好就可以去井边哭一下。对，我刚才说终于可以使劲哭了，终于可以使劲哭了，终于可以求救了，终于可以寻找一下我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我来使用这个能量。他在井边哭了以后，他里面就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要利用孩子洗脚的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当妈妈之后，你跟孩子之间的链接，他会天然的保护你。你想我再发脾气，对吧？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我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个强大的本能告诉自己说，好，不要真的把他打死。对，你懂我意思？就咱说正常人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安全钩。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女巫就算闯进来，她就算把你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但她还是在做家务事。他不会真的把你的孩子杀了，对，他顶多用他的血来做蛋糕。这个血做蛋糕是一个非常强的隐喻，就是说如果你不注意这个能量的话，你会吸取孩子的能量来给自己。哇，这是很糟糕的，对不对？对，会。那么对吧，就是说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不控制自己的情况下，我有的时候想干脆我就乱发脾气，其实孩子就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对吧？他还有时候那种就是你自己比如很忙很累的时候，然后你看孩子还在那很开心的很自在的玩，你也会很生气。是的，他变成了你的一个来源。对，就是所以说吸他的血，然后做一个蛋糕你来吃，因为你饿了。但其实正常情况下你肯定不能够用他的血来做蛋糕嘛，所以呢这个女巫她就会做这些事儿。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开门让他进来呢，那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去使用这一块的能量，因为他早晚有一天都会闯进来，不是从窗户进来就是从门进来。就是你不会去求救，你不会得到帮助，你不会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些女巫代表的力量相处，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水井心灵沟通，对，是吧？哇，然后他教你那些招你也永远不会。黄老师再讲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典型的故事，就是说叫小破烂儿。这个故事不是特别有名，可能大家不知道哈。他就是说有一个皇后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一个呢就是像天使一样特别特别美，特别乖，特别好一个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特别粗野，长得又挺丑，头发很粗糙，然后一生下来就满地乱爬的那种叫小破烂儿。然后皇后就很嫌弃，就管那个小孩就叫小破烂儿，然后那边就叫小天使，是吧？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在一起生活，然后皇后就一直就是很讨厌那个小破烂儿这个小孩，然后小破烂儿也干了很多坏事儿，比如说把皇宫里东西打破啊，然后什么把窗子砸烂啊之类的。有一天恶魔来入侵这个皇宫，然后小破烂儿把他们打跑了。其实这个故事就是特别明白了，你现在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其实你就很明白，我们往往都说哎呀自我厌恶，是吧？身上有一些自我的特质我很不喜欢，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特别傲慢，我其实觉得我要谦虚一点可能就更好，或者说我觉得我就是太软弱了，
我是个 pushover， 就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哎呀，我觉得我没有主心骨，特别不好。但这个故事就告诉你，就是你特别讨厌那个部分，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在重要的时刻发挥力量，而且只有他才能够把那个恶魔打跑。我太有感觉了，是的，是的，太有感觉，就是因为你看，你每次一说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那个小蝙蝠的梦境吗？那个里面其实就是我自我厌恶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多女性可能跟我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咱们最早你记得最早的节目我们就谈女性这种优等生心态，什么都想做得好的心态，你总想把最好的那面给别人，你总希望别人说你好，但是其实你身体里那个小破烂那个部分，你怎么跟他和解？对，就一定你怎么办？如果别人去拿这个东西去攻击你，你说你有多难受？因为它也是你的一部分。是，是的，你知道，其实青蛙王子也是讲这个，青蛙王子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更好理解，就是从直觉上，因为青蛙，你想，就是个黏糊糊，湿乎乎。就算你不讨厌青蛙，你也觉得青蛙最好不要放床上嘛，对，还亲它。对，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它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废的。小公主在玩一个金色的球，然后金色的球掉到井里了，她想去捞，捞不上来，这是青蛙帮她拿出来了，很明确的一个比喻了，对吧？就是说金色的球可能就是象征着我们最终调和好的那个，我们所追求那个，我们不能说是完美的，不能说是完满，它实际上是说。就是荣格说的自性化，就是完整自我，对，叫完整。就它不美，它不一定是特别美的，但它只要是一个圆的、完整的，它就是个好的。那么当我们想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凭自己可能是拿不到的，但是非得要那青蛙来拿。就是你如果不接受这个青蛙，这个青蛙会说：“我要跟你在一个盘子吃饭，我要睡你的床，然后你还要亲我。”就这3个要求其实就非常明显，对吧？你要跟他同吃同睡，你要完全的接纳他，对，然后他才能够变成王子。而且有的故事里面还会有一个这个环节，就是他就不愿意，他不愿意以后，他把那个青蛙砸在那个墙上，对，还玩弄他，对，就是砸在墙上，用暴力来对待。就是暴力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转变有必要的一环，就是也许你跟自己就是彻底崩溃了。你可能对自己的某一部分你实在是受不了了，其实这也是契机，就是爆炸点，是吧？爆炸以后你就可能获得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这些故事都是在讲这个。哦，好神奇！而且我自我观察确实是，就是在我很多时候比较低谷的时候，有时候或者是我谋求转变的时候，有时候其实那个东西反而不来自你自以为引以为傲的东西，或者是你自以为是的东西，反而是来自那些你以为的缺点。或者是不堪的部分。对，是的，他有时候是在保护你。对，就我就这样吧，我躺平了，我摆烂了。其实我觉得这些词儿都不差，不差。你有时候真的需要就是让自己躺平摆烂，摆出那个烂姿势。比如说对于妈妈们来说，虽然我们说啊，就是你不要乱发脾气哈，就是说以此为借口我就拿孩子出气，这肯定不对的。但是对于压力非常巨大、自我很压抑的妈妈来说，你有的时候对孩子发火是在救你，对，就是让你自己能够有一个地方松开。当然松开以后，紧接着你必须要自我要觉察，然后完了以后你要去跟这部分工作，而不是说它就变成个野兽嘛，我把这个老虎放出来，我就不管它了，对，老虎就乱跑什么的，你肯定还是要去认识这个老虎，试着去跟它沟通，让它能够自己2个人能够和平相处，就类似这样。尤其是就是说你跟孩子吧，可能还有点这种强弱力量悬殊。我觉得尤其是跟什么老公啊，跟你同龄的人，包括什么朋友啊，甚至同事啊，就是不要有本身那个权力力量上有太大悬殊的人。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能要求就是所有人都说你好，然后你该去明确自己边界的时候，你该去课题分离的时候，你该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的，而不是每个人都装在一个套子里。尤其是亲密关系，我觉得那部分很重要，因为原来我就是那种拒绝女巫进门，拒绝小破烂被别人看见的那种人。但是真的，我觉得我老公可能承受了蛮多，但是这他必须要帮我去成长的，就是我真的是跟一个人长久相处才学会怎么吵架，吵架怎么和好，是，然后我们彼此的这种憎恶、生气，然后这个
之后他可能还会又冒出更多的这种爱意或者是彼此认可。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对，是的，是的。其实依兰一直在说我是个很理性的人，但是我就能感觉到，就是你跟我最开始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个依兰和现在的依兰其实已经有区别了，就是你已经和你的无意识在建立联系，就是你的感性部分。比如说你会说你看到那个大理的那个苍山，你想把它推倒，包括你跟我说小蝙蝠的梦，这都是纯然理性的人他不会做的表述。啊，是吗？对，因为这都是一种无意识表述。我当时以为我可能失常了。对，其实我是正常了。你会觉得自己失常也是在跟无意识建立联系，不然的话你会永远觉得我是正确的，我是理性的，我是有条理的、冷静的。就这样的情况下，你是进入不了那个无意识的混乱世界，你不能跟梦牵起手来嘛。其实作为我们女性，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它实际上是大力的追捧这个理性思维。对，其实男性思维是吧，我们身体中的这一块部分是不被珍视的，就是我们会知道我们有，比如说我们女人的直觉，我们会擅长幻想，擅长做梦，这是好的啊，不是说那种白日梦。我们会知道有这一块，但是我们会认为它不如知识和逻辑重要。会，而且我发现如果有些男的身上有这种特质，我就很厌烦。我心说你这个男的你为什么还这么婆婆妈妈？我以前会这样。会的，就是你会有一个高低评判。对吧？就是你知道荣格的老婆她也很厉害，就是荣格呢他就是研究男人身上那些内容，荣格老婆就专门研究女人身上的，因为她是女人。然后荣格也挺谦虚的，就是女人的事儿我不懂，哇，老婆你来。然后他老婆写了很多也是专著，它里面有一个很难的术语，在这我先不说啊，就是说每个女人身上都有一点男人的部分，每个男人身上也都有一些女人的部分。那么男人要接受自己身上女人的部分呢，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对他来说是从高往低看。他反正觉得就是感性这些东西啊，是比较低的。我想去屈就它，是很容易。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呢，你自己心里其实会认为男性的特质是更高。会。我之前就见过有一个自称是就平时都是非常大女主非常女性主义的一个学者类的博主，然后他曾经有一次说，其实我每次发邮件的时候别人都会以为我是男的啊，你懂啊？哎呦，就他想说我的邮件是没有废话的，我的邮件条理非常清晰。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我们真的很无意中无意识就会这样说。其实你就是在认为男性气质比女性气质要更强一些。你的心里面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造成的结果是你在接受自己的这一部分特质的时候是比较弱，然后非常难，然后你会更强调男性的那一面，但是你的性别自我认同是女性啊。对，这样的话就会有失衡。我最失衡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就是我们生过孩子的人都能知道哈，就是当你在那个医院里那个床上，你完全就是一个失去自尊，然后你就是你觉得那种最肮脏污血不堪痛苦的东西就全都被袒露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在理性和物质层面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今天你还会把它叫成伤害，因为它确实在物理层面是有伤害的。尤其今天女的生孩子都那么难，对吧？没几个说我顺产20分钟就生完，太少了，对吧？就是我觉得那个部分是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触动，就是你突然发现你所有的什么理性啊，你的逻辑，你既有的知识，你都应付不了这些事儿。是的，而且你越是有知识，越是有这种你就越抗拒这个过程，抗拒，而且会极大的就是自我贬低，就是说我这么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现在沦落到此？对，包括其实现在网上就是对于这个生育的一些贬斥的词，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仍然是把男性的那一个特质，就是在荣格理论里面叫阿尼姆斯，就把这一块认为是更高。但其实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女性的这一块放大，它是我们的附属，就是我们的男性气质是我们的附属。它只是帮助我们成就更多的女性的我们自己的特点，这样才平衡。这个跟那个女性主义没有关系。对，这个是荣格和他的老婆就他们整个这一套理论提出来的，这是作为一个性别认同来说，包括男人也是，
他也是，如果他的性别认同是男人的话，他肯定是以男性气质为主，然后女性气质为辅，这个才是平衡。但是作为我们女人来说，就这一点会非常难，因为我们会反复的要求自己，就是更具有理性，更具有知识和逻辑，然后能够像男人那样的，就是不要那么感情用事的去看问题， 对吧？但其实对于女人来说，感情用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很有力量的。他荣格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比如说看到一个词儿，男人呢就一定要去研究这个词的词根词尾，然后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词背后是什么意思。但有的时候女人就是凭直觉她就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她就可以开始用，就她不需要去研究清楚，她根本不需要那些知识的加持，对，她不需要去定义，我不要定义这个东西，它就变成我一部分了，就很牛很厉害，这实际上是个能力。但自从男人说没有定义怎么继续，很多女人就忘了，其实我可以不需要定义，我就可以直接用的。她也先去寻找定义，然后反而她的这个可以直接用。哎呀，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就是养孩子过程中就是特别明显。很多人，我估计你也是，就是我们会习惯性先做好多功课，什么定时喂奶、定时排便是吧？然后写 Excel 表，对，写 Excel 表，然后你还开始统计。我们家老大真的就是这么过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越做越焦虑。对，而且他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呢？不一样，没有一个孩子一样的，我就发现。对，然后我就其实是一开始会很慌乱的，后来就是因为太累了，你就放弃了，说啊，我行，饿就吃，不饿也别吃，对吧？然后啊，就是今天拉没事，明天拉多点，就好了。然后你天然就知道这个孩子你怎么去对待他。没错。还有你跟小孩有没有玩过那种，就是大家说奇怪的话，他就然后你也然后你们能聊好久。我不知道男的行不行，但是妈妈一般都跟小孩能聊很久。有一个特别典型，就是我和登登一起玩游戏，你知道小孩的游戏的那些规则是根本听不懂，你知道，他们会有些莫名其妙规则，然后你会觉得这根本玩不通。但我跟他玩的时候，我会放下这些。我也想说，就是你想跟小孩玩不累，你就放下自我，他说啥你就跟着他玩。哎，你不要想说，哎，你不是刚说要在这儿野餐吗？啊，怎么在那儿体悟了？你就去，哎，对，然后你就不要去纠正他的规则。但是你知道马良和登登玩的时候经常起冲突的原因，就是在于马良一直在纠正他，就是说你要这样玩才能够分出胜负，你要这样玩才是个正确的玩法，包括跳绳这么简单的，他就会觉得你绳子太短了不能跳。但是像我就会随他去，就是你愿意跳你自己会发现绳子长短的问题，或者说你干脆，因为他很少真正的跳绳，他玩着玩着他就开始把绳子变成一个蛇什么的，对，你知道，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能够顺其自然的把它变成一个不需要多思考，然后你直接去接受，就跟荣格说的那个东西它就吻合起来了，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小孩生病，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明显，就是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根据所有的就是那个文章写的，你现在就应该去给他吃退烧药，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不用，我就是知道，因为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知道他应该没事儿。但有的时候他一发烧，你马上带他去医院了，你就知道这次发烧跟平时不一样，但具体怎么你其实说不上来，对，就是一种直觉。所以这种直觉你也很难跟你的老公或者不是亲密养育孩子的人解释清楚，解释不清楚，对，所以说他就说母亲之旅能够带给你的就是第一，可以让你被压抑的力量恢复，第二就是可以强化你的这些直觉，因为它会有大量的场景来应用你的这个直觉，第三就是它可能到最后，如果你能够接纳这个身份，你能看到母亲身份的优势，其实也是等于承认你的女性力量的优势，你就会更觉得当女人真好其实他其实最后落点是这个，就是你因为很多人说我当女人当太累了，对，我就宁可当个男人什么的，那你说这能不拧巴吗？对，因为你永远都不认同自己的身份，你连自己的性别你都不认同，这显然是会痛苦的。所以他最后的落点就是说，你要最后能得出结论说当女人真好，所以这本书就是通过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而且你知道童话大部分都是女人写的，所以它其实对于女人来说触碰的是更深的。但比如说哈，像海豹少女这个故事，因为它也属于完结的，就是很突兀的，没有讲他回去的话要不要回来，或者是别人的感受。那续写这个故事有意义吗？对，这就是另外一点，你问题特别好。
童话呢是这样，它有很多种，有的叫半截儿，就像真有这名字呀，就是说，像海豹少女这种故事，它就属于半截儿，就是它没有完成这个转化。因为所有的童话其实都是在讲怎么找到那个金球嘛，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青蛙王子。有的故事就是半截儿，就是他失败了啊，所以如果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其实是找回来了，就是你看他所有的童话故事，为什么说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他其实就是完成了整合。哎呀，这样一想就高级多了。哎，他不是说婚姻，他就是说你的生命中有两个部分其实是互相渴求的啊，终于遇到了在一起。哎，但是他们可能中间有很多困难会阻碍他们两个在一起，有很多困难会让他们看不见对方，甚至他们之间会发生一些误会。但是最后好结局就是他们完成了整合。所以我应该教会农夫游泳，我们也能在海里畅游，我们可能也能上来去一起管孩子，对，就是之类的。对对对，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它并不代表男人，它只是代表你生命中另一个相反的需求。所以我们经常说，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哈，你有时候会选一个你不想要的东西，但其实还是你选的，对不对？对。那么当时促使你做这个决定的那个因素到底是啥呢？就是那个农夫。你也许真的不想承认他的存在，你很恨他，但你确实想要一张证。但他确实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他就是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不跟他和好，你不跟他结婚，就是你们这两个部分没有融合，没有完成融合，你永远都是一个转化失败的故事。哎呦，真的是。对，哎，听你这么一解读，我发现很多我们固有对童话的这种好恶，好像都可以放下了。就像很多女的不是天天说那个，我不能给我闺女讲童话啊，王子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然后呢，她可不知道婚姻之后有多惨。其实根本讲的不是这个，不是，哎，就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这个故事为什么会传播这么长时间？对，为什么所有人都希望他们在一起呢？而且为什么我们总会有一两个童话故事触动你？也许你很讨厌这个，也很讨厌那个，总有一个会让你觉得听完以后，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受，你也说不清楚。就是好神奇啊！对，是的。就比如说你说小美人鱼它也是一个完成转化的故事，也是一样的从动物变成人。它原来是人鱼，它想变成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怎么样去融合，他要跟地上的王子，其实这个王子只是代表他的一个向往，我们就不把它理解成男人，理解成他的一个渴望吧。然后这个渴望和这个怎么融合在一起，他们怎么变成一体，就是这样的。而且在童话故事里面，不是经常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国王吗？对。然后这个国王经常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其实这个国王就是你的心目中可以这么说啊，比较片面，但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的心目中有一个部分，比如说无意识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你的自我的核心，然后这个核心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总是会给你一些建议，就是比如说你认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其实是他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它是通往最终融合的中间的一步。虽然你现在看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你跟着他走，你会慢慢的，所以就是那句话叫什么？听从你的内心。就是国王总体还是爱公主的，你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核，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对。其实国王总的来说就是促成这个融合，对吧？对，所以并不是说站在谁哪一边，就通常国王还是期待你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也就是说他希望你的自我变成一个完整的。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故事里总有一个人是不太愿意的，其实跟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一致的呀，对吧？因为人不就是这样吗？心里面老有两个小人在打架，老是又要又不要。哎，那好，我再问一个问题，童话跟神话有什么区别？对对，这个说出来好远啊。你简单一点说吧，因为我突然想到，你刚才说国王嘛，因为神话里面全都是各种神，对吧？有些好神，有的坏神，然后人总要去追求一点什么，然后那童话跟神话的。神话和童话呢，就是有两个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神话里面有很重的文化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眼就知道这是希腊神话还是中国神话还是埃及神话，因为它一定会有很浓重的文化因子在里面。但是童话没有，你想一想，对，人类共同感情。比如说我们说海豹少女，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故事啊，
中国也有海豹，你可以随便换。其实童话它没有这个文化背景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神话是阳性的，童话是阴性的。怎么说？就是阳性的东西它一定强调结构，权力结构，没错。所以神话是有结构的，它是有组织结构的。好烦呀！我记得是你翻译的书还是哪本书，就里边还有一个图，什么？就是我翻译的希腊神话。对，我儿子特别喜欢看那本书。就是比如说最大的神是宙斯，然后宙斯下面有分支，下面就很像社会化的那种。就是首先有这个奥林匹斯山上12诸神，他们是最大的，其中王中王是宙斯，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他们再往下有一些半神，然后再往下就是什么树精啊、花精啊，就是它是有层次的。包括中国的神话也是，玉皇大帝最大的是吧？对。好，下面是谁？下面是谁？下面是谁？但是童话没有，它可以有很多个国王，每个国王都好像有自己的一个王国，体系都不一样，体系都不同，而且每个就是每个童话的故事里面的那个世界，它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对，是吧？对，有的时候动物不能说话，有的时候动物可以说话，对，就是它每个都不一样。哇，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去做这种自我的探寻或者一些解读，你其实还是用童话，对，所以童话呢就是个人化一些，但是它这个个人化又不是说只代表我黄天颐或者只代表依兰，而是大家所有人的个人化全部叠在一起，然后重复的那个部分。所以你说如果每个人找到自己特别爱的2-3个童话，其实是不是还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爱中肯定有你的一些，其实就是说有感觉的童话，哪怕是你特别讨厌的对，就是能够引起你强烈感受的童话。对。然后你可以尝试用刚才天一说那个方法，重新看待这个剧情和里面的人物，是的，然后去可能能找到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和谐方式。对，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看到内心的风景嘛。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它可以给你一些可能的答案。比如说我们看了海豹少女，我们知道了这是2个部分，它其实是都代表我心里面的一个需求，然后它没有融合，那怎么办呢？它就还有一个故事叫天鹅少女，天鹅少女就是完成了这个融合，那它怎么完成融合的？这个猎人主动的去找，然后中间借助了一些什么力量，然后最后是通过天鹅少女手上的那个用过针的以后那个茧子认出来了，也就是说平凡的生活让我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之后，我的自我感变得很强了以后，我就不再渴望回到大海了，因为我已经站稳了，我扎下根了。他就给你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一些可能的结局，然后你从这个结局，也许这个结局还没发生在你身上，但你看到它的时候会给你一些启发。而且童话我觉得是就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工具，因为有的心理分析的工具就像依兰之前说的，是把你的那个创伤血淋淋的翻开。对，我觉得这种然后你翻开以后接下来呢你会很难受。但是童话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像梦境一样的，然后其次呢它也是带有一点点童稚嘛，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它不会那么赤裸裸的说你就是缺爱哭了哟。他会用比喻，然后他会用一些故事情节，然后你可以把自己放进去，你就好像看了个电影，或者是在自己内心世界游历了一下一样，就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受，而且比较容易给自己找到一个出口。所以我能问吗？就是你接下来你还会再继续做这种，就是咱们还读这本书读书会，还是说，因为我真的对于书要不要跟别人一起读我不太确定，但是你刚才去找到的这个工具，童话这个工具，包括你解读的方式，我觉得我的世界焕然一新，真的太好了。其实我就是那种妈味儿上身，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很多的为一些问题所苦的妈妈其实可以拿到这个工具，因为这个工具就帮助了我。所以之后可能我会用一些别的方式，比如说不一定是大家一定要把这本书读完，我可能会从这书里面选取几个比较代表性童话故事，就像刚才那样跟大家讲。对，可能就是12童话故事，然后你甚至哪怕我这1个月我就解读这个故事，我乱说啊，就说怎么样去运用，就找到合适自己工具和运用它。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是的。之前我做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我就想带大家读完这本书嘛，然后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改变了这个方向，我就开始重要说这个童话，因为我本来以为所有人肯定都知道这本书里面童话最重要，就不是，就很多人都跳过去，很多人跳过去。然后我就想，而且很多人就是
你跟他说半天，他其实没明白说我到底要用什么逻辑去读这个童话，我没明白，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工作的要点。所以可能之后我就会说，主要是向大家了解这个工具，就它到底是干嘛用的，然后我可以怎么用它，我可以怎么跟自己结合，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童话故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介绍给你们。哎呀，太好了，对，太好了，类似这样，就重新长大一次感觉。是的，是的，正在准备推出。太好了，对，因为我今天也是专门想跟天一聊一聊，就是做这个小小的读书会的尝试的感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知道天一是个宝藏对，然后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会当桥梁的人。我其实想做这个事儿时间特别长，就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然后自己也一直没有迈出这个脚。就像你说的，你以为每个人都看童话，结果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都扔了。对，然后就是这一次我也很高兴，就是自己终于下定决心，然后弄了一个，虽然只有7天，但是这些朋友们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然后我觉得就是之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就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海豹电台也好，在评论区留言也好，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就是海豹全拼，然后加 radio 海豹 radio 和海豹 radio 对，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呢，就是一旦这个产品打磨好了，或者是做好一些基本的准备了，然后我可能就会就是跟大家广而告之。你不要太磨蹭，你抓点紧。我会抓紧的。咱们争取过3个月，比如说，我们起码能有一些我觉得测试不会那么久的，我会很快的，我会很快的。好希望就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被大家所认识就好了。对，就是能够认识到有这么一个好用的工具。而且我真的就觉得，如果你按这个方式重新去理解童话，甚至你可以重新跟孩子用这个故事建立连接。是，我这也是我的一个工作的要点。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对童话的一些见解，然后呢也能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拜拜。